好，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心到的是才刚落幕的这一场 APEC 峰会哦。习近平他这一次在外交上面送了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一个小米手机，并且呢幽默的说，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是笑翻了全场哦。为什么他这一次会不选华为选小米？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读。那么我们也会来关心为什么小米从在今年初的时候还有一些舆论上面的黑点，现在整个产品翻红，登上元首级的舞台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是在这场的 APEC 峰会上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李在明韩国总统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峰会上面，习近平赠送了韩方包括了文房四宝之外，就是2部的小米旗舰曲面手机了。它是小米的15 Ultra 送给李在明的夫妇。那么再来就是看到说，我们看到这个李在明他收到手机的时候，故意打趣的说呢，那这个手机的通讯是否安全呢？习近平则是笑指手机说，你看一看有没有后门。结果双方听到了就笑了出来哦，尤其是这个李在明还不断的拍手叫好。那么现在来自于韩国媒体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习近平之所以选择呢这一回要送小米15 Ultra 的原因，不是最新的小米17系列，是因为这个15 Ultra 手机呢，拥有韩国 LG 公司所制造的显示器，所以他要特别强调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这种技术上面制造手机的合作。那么从这个他故意开玩笑，习近平开玩笑说，看看后面有没有后门，是想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送 Ultra 15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科技合作上面的讯号？委员怎么解读？这个媒体报道可能是比较简略了一点哈。习近平送给李在明的这个小米15的 Ultra 的手机啊，它的显示器、它的面板啊是华星光电做的，不是 LG 做的。但却是用 LG 的 AMOLED 的技术，等于是这个韩国的技术，然后经由中国的华星光电所铸造的面板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吧，我们中韩合作做出来的品质这么好吧？哦。大意是这样子啦，哈，那这个显然哦，这个中国外交部有很用功去研究这些啊，连手机都研究才能当外交官，哦，这个了不起了不起哈，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技术是来自 LG 呢？哦，这是了不起哈。第二个哈，我半开玩笑啊，习近平啊送文房四宝给李在明哈，有点幽默感，兄弟啊，下一次啊你要联合国申请这个。物质文明哦，不要把我们文房四宝送进去当韩国的，韩国很喜欢搞这一套啊！这个先讲清楚，这文房四宝是我们中国的，送给你啊。这个我最好玩的哈，他们在话中有话，在讽刺谁？讽刺很多美国人哈，美国参众议员讲都说，中国做的有后门啦，等等不能用啊。苹果手机在中国卖成这么多啊，中国都不担心有后门了。你美国拿一个中国做的手机，就要担心这个有后门，那个有后门，连那个龙门吊都有后门。这个太荒唐，太没自信了，实在太搞笑了。所以我不晓得习近平这么幽默哇，难怪李在明就笑出来，哈哈大笑，拍手。对，他们就在嘲笑美国那些一点科技知识都没有的这些政客啊，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打压中国的科技产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无聊但小米手机的确是在近几年来有点的异军突起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在那个上海的那个新机场浦东机场搭的时候，我出来以后，外面里外挂的广告几乎都是三星手机，但是现在啦，我同样的机场几年以后，我看不到三星手机的广告，要么就看到华为，要么就看到小米的，要么就看到 OPPO， 要么就看到 vivo， 所以我是觉得全部是中国的手机。偶尔看到一个小角落会有 iPhone 手机的广告，你就知道这个销售量已经证明一件事情，也许中国不是每样都崛起，但手机绝对是崛起的，而且用的下叫所以你不要看到说大陆的机场，你看在台湾看光华商场或者是三创1楼里面看在卖手机的，那个店面那个小米哇，实在是。最壮观的就是小米，因为它不只卖手机，
是，他还卖很多的家电用品啊，像我家人去逛在那边就不肯走了，哦，这里要去看看，那里要玩玩，所以小米的经营策略是相当成功的。是，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小米为什么这回可以异军突起哦？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它是由黑翻红。稍微来看一下，从这个性价比的代表变成现在成为一个高端外交里，这一步其实小米自己走了10年。尤其我们要来看到是它从2025年开始全面的小米转向了高端化。尤其呢那一天，总裁卢伟斌也特别宣布说，未来小米就是要供这些高规格的手机，主攻的就是人民币6000元以上换算新台币3万元以上的高规格手机。今年9月，小米的创办人雷军也正式宣布，小米17系列代表着是与全球全面对决苹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也代表它的高端化现在成功了，才会成为这种 iPad 上面元首级的礼物。为什么它可以这个由黑翻红，成为品牌天花板？老师怎么看？小米的高端化，雷军很早之前就这么讲，他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宏愿，然后你就看到他从小米14、小米15就开始走向这种手机的高端化。这一次，习近平送给李在明这个小米15，这个Ultra， 其实在台湾是蛮高端的价格，将近3万块台币啊，而且他用这个徕卡的镜头，他强调它是可能最佳的这个摄影手机。我们用手机其实摄影是很重要的功能，因此你看它在一些商品的上，它也开始走向高端化。那今年呢，到现在为止，我刚刚查了一下，小米现在在香港股市的价格45块港元，你知道它的市值已经超越比亚迪，来到1.17兆港元，所以整个就是不管是外界整个港资对于外资对于小米的高端化，其实都给予很正面的回应。今年年初，我亲自去小米在北京大兴的小米汽车工厂去参观，那非常大的一个汽车工厂，没有多少人，大概是1000多个工人，所以完全的机械化、机械人化。然后呢，同时我就去看它那个时候是小米书7，现在 U7都出来了哈，书79个不同的颜色就放在那边，我亲自还进去，这个没有试驾，但只是感受一下，这非常好哎，跟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最高端的一些欧洲的双 B 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汽车也好，完全不相上下，而且那个烤漆颜色漂亮到，它连那个马克杯都用这个9个颜色，我现场说能不能我买马克杯？对不起，都已经被订完了，这样子没有，只有这9个展示的。那因此，小米你看到它现在的这个不再是过去只是单纯的低价，它现在的商品的可靠度事实上是广受支持，而且略比低价的这个价格要高，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高端化其实是走正确了，而且受到市场的支持。那现在它从汽车到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往这边发展。好，所以我们看到雷军可以说这个高端化做得很成功。那他自己其实在今年9月份也有做一个演讲，就他特别提到说自己做高端化的这一路的历程。他说我们第一次做高端化的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没有想到第1年就已经超越预期了。大家都觉得说，高端化的发展确实是很好的。然后接着他就掉到这个坑里面，然后一点一点的爬。他说是一个曲折前行的过程。那么当然了，我们来看到说他另外就是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捐助者，小米也成功的把他的形象提升，就是他和北京的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联合基金，捐赠了5亿人民币，支持了100多个优秀的科研团体。雷军今年他的身价更是激增了1960亿元，成为这个财富增长王，这个成为在今年的胡润百富榜里面的第5名。小县长怎么看？我们在讲说这一次无论是习近平主席或者是李在明总统，其实他们都在强调的一件事，也就是中韩之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联系性。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现代化科技，就是小米手机的部分。那小米手机的这一个萤幕其实是有韩国的这一个设计啊。那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大陆还有在送另外一个，也就是文房四宝。这个文房四宝，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李在明他拿这个笔
可是很标准的拿毛笔的姿势哦，所以是有练过的。他拿的是浙江湖州的湖笔，那另外呢，他还有拿的也就是徽墨，也就是安徽徽州的这个墨，其实是很有名的。那而且他一拿起来，立刻就可以磨。那大家觉得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这就代表了韩国受到了中国的汉化有多么的深。那我再另外拿出一个证明啊，也就是我们看他们的那个 F-15的战机上面写的整个带弹刻骨延平，延平是在韩国。这个是他们的战机，上面写的是中文。可是另外呢，他们跟德国购买的金牛座的飞弹，上面写什么？整个带弹。所以其实他们都透过这个方式来传达两国之间的友好。至于我们讲到说这个雷军他所表达的他高端化，虽然一开始的状况很好，可是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了。最有名的其实也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所发生的那个车祸。对，那而且呢，因为因应这个总是第一次，然后虽然他认为他把全部的资料都已经交给了这个公安单位，可是家属的心情认为说你都没有来那个提出的慰问，所以后来我们刚刚讲到主持人特别提到的支持141个科研团队，这个通通都是由这一个，也就是慢慢的将这一个获利回馈给社会，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小米其实它并不是也就是将本求利的一个企业，那它其实有回馈社会的精神，那这一点一点都是慢慢累积而成的。当然这一个我们讲到的它的这个成功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但是其他公司不会教，这个每一步都必须自己走出来。好，谢谢小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